Hello，大家好，我是六花 Loca，欢迎来到塔罗的阅读时间，这里是六花堂。今天为大家选读的题目是：他的心里还有你吗？在逝去的某一段恋情、分手之后，或甚至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的某一段感情，他的心到现在还有你的影子吗？或者是否还有那么一点点的留恋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为大家准备3个选项，第一个选项是盐味焦糖的玉米脆条，第二个选项是烘焙花生的玉米脆条，第三个选项是香浓巧克力的玉米脆条。请大家用直觉选择一个选项，如果有复数以上都觉得很在意的朋友，也可以都听听看，然后截取自己觉得比较有共鸣的部分哦。另外，如果大家喜欢六花堂的频道，欢迎帮我按赞、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也谢谢大家的留言、反馈，还有超级感谢。六花会尽快的上传更多的塔罗影片给大家，陪伴大家，然后也会继续寻找好吃的点心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开始吧。OK，我们来到第一个选项，选择盐味焦糖玉米脆条的朋友，他的心里是否还有你呢？一起来看看。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现在目前的一个整体的状态哦。接下来是他现在目前感情的一个状态。然后是他目前工作的一个状态。接下来我们来看，他现在心里面对你的想法。好，那我们接下来要出一张牌是，他离开你，或者是当他知道，你已经不再选择他了，当你已经不稀罕他了，他后悔吗？
对于过去他的某个决定，或是某个可能，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可能有一些什么。那在当下他做的决定，或是他的某个反应，或是anyway，就是可能也有伤害到你的一些事情。对于之前的这些种种，他后悔吗？我们来看一下。最后，我想要帮你们看一下，你们两个人的缘分是否真的已经没了，已经用完了。哇 ，sorry， 好。这个我看一下放哪里好了，我放这边好了。好，那另外我们的 key card 是这一张浪漫天使牌，是你遇见他，宇宙他希望你学习什么样子的一个课题。那雷诺曼牌呢，是你从这段感情你得到了，你学会了什么？如果你已经从这边好好的毕业了的话，来看一下哦。看得到吗？好像有点反光，对不对？我放这边好了，这边好像比较不会反光。OK， 我们来解牌吧。首先，先来看一下他现在的一个现状哦。这3张，好。OK， 那他现在整体的状态，我觉得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改变，然后没有特别大的一个突破或者是一个提升，就还是那个样子。我觉得应该跟之前你认识的他，或者你看到他，你最后知道他的状况，应该没有差别太多。那令人可恨的对不起，令人可恨啊，就是他现在呢，他现在感情的状态是还不错的，就最近而言，他的感情状态还蛮不错。就我觉得是欢乐的，然后他最近正在一个热恋期，然后或者是就是会跟很多的朋友，就是大家一起出去玩，然后也带着他的现在的新的人一起去玩的感觉，这样子。那工作方面呢，我觉得他现在目前应该之前他应该有一段时间是很辛苦的，就可能压力山大呀，然后或者是很多事情都做不好，没有办法好好的进行。但是呢，他最近终于开始就是比较能够放松，然后或者是例如说可能压在他身上的一些工作，可能都一一的解除，一一的被完成了 maybe。那总之他现在呢，我觉得他的状态并没有不好，那跟之前差不多，整体而言，只是
前阵子工作的压力，现在目前它有点被解开来解放的感觉。那感情方面呢，我觉得他应该就是还蛮欢乐的，蛮开心的。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他觉得现在想起你的时候，他会有哪些想法，什么样子的感觉？我们先来讲这个圣杯八，他觉得其实你应该是还是有继续的努力，然后觉得你应该是已经前往下一个阶段了，然后而且感觉你应该可能过得蛮好的，就是蛮开心的。那这一张是圣杯骑士，圣杯骑士倒着的话呢，就他觉得你还是有不诚实的地方，或是不愿意面对自己的地方，然后很容易被周遭影响，就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这样子，然后或者是感觉比较没有不沉着稳重这样子，那可能也是有一些情绪的起伏这样子。再来就是这个 The Tower， 六花每次都讲到 Tower 就会讲到这个，就是我觉得他心里面还是觉得你很有魅力的，特别是身体上面的魅力，那个魅力跟那个引力对他而言还是很大的。OK， 好，那我们要来看他到底有没有后悔，就是后悔对你说那些话，对你做那些事啊，或者是之类的。那就结论而言，我觉得他没有，他没有觉得自己有哪边做错。这张宝剑骑士他其实是他其实有点庆幸自己，他其实有点庆幸自己能够快刀斩乱麻，然后而且勇敢的去面对，就是可能你们两个之间的问题或什么之类的这样子，或者是勇敢的放手，这有很多可能当初不知道是谁甩了谁，或是谁分了谁，但他现在觉得他当初做的那些决定，就是没有悔意，就没有后悔啦。好。那这一张是你们的缘分是否已经没了，是否已经用完了？那因为是 Judgment 倒着，我就觉得其实，你们的缘分应该这辈子的缘分应该已经结束了，彻底的结束了。有一点感觉寂寞，我再帮你们抽2张牌。一张是即使你们现在已经缘分已尽，另外一张是即便他觉得他到现在都没有任何错，他觉得自己是勇敢的做了一些决定。那我想要问他现在是否还喜欢你？因为这边是他对你的观感嘛，我们可以知道就是有魅力，然后有好有坏的感觉，就是他觉得你应该有很开心的在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之类的。但他也同时认为你一定还是对他有不诚实、说谎，甚至觉得你听信别人的谗言吧 ，maybe。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他到底现在是否还有那么一丁点的喜欢你。
再出一张哦。其实我觉得他看得蛮开的耶。这一张跟这一张其实是互相呼应的，就是我觉得他到现在其实还是不相信你的，还是没有办法信任你的一个状态。然后他觉得你们两个就是错过了，因为命运之轮倒着，所以你们就是在不对的时机遇到了彼此。两个人的命运已经完全都分开了。那我觉得他心里面已经对你没有任何的留恋了。我只能这样讲。OK， 好。那再出一张，曾经，因为我刚刚说要出2张嘛，好，这算一张，这算一张，因为这是补充牌。我觉得大家可能很想知道，所以他曾经爱过我吗？我们来看看，好不好？我觉得他，我再出一张，等我一下。OK，我觉得他是否认，他曾经很爱过你的，但请记得我讲的否认。出了这3张牌都是有关于非常深的一个感情的牌。那其中恋人牌倒着，圣杯女王倒着，可是又出现了一张圣杯6。我会觉得他其实曾经，我觉得他曾经还是爱你的，只是他不太愿意去承认他是爱过你的。就是也没有多爱呀的那种感觉，也没有很爱呀这样子。但是会出现这2张牌，我觉得对他而言的感情影响是非常深刻的，非常深刻的。这3张加起来真的很深刻。就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不太会，我不知道，我觉得他可能是不太会认错的人嘛。
总之他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先承认他是喜欢你的，他曾经爱过你，然后他也不愿意承认说他之前的确是有伤害到你，或者是曾经的一个感情的失败其实是两个人一起造成的。我觉得他一直想要把这个责任归咎于你的身上，但是我觉得其实在他的心理深处，我觉得他是有深深的感受到，深深的喜欢过你，爱过你的，以至于某一些时刻，某一些瞬间，我觉得他其实，例如坐摩天轮，例如看夜景，他只要现在又再去重游这些地方，他其实都是会想到你的，都会想到你，但他还是会不愿意承认，在那个当下他是很开心，他是很爱你，你们两个是非常要好的，他不愿意承认。这个答案不晓得大家能不能够有共鸣，然后能够接受。但我觉得过去的我们就让它过去吧，好不好？虽然你们两个人缘分已尽了，但是之前你们两个的过往，无论好无论坏，这都是我们人生经历的一部分。那这些经历造就了我们的一切，它是属于我们的一部分，所以我们就好好的，不管是酸甜苦辣，就好好的品味，然后把它收在心里，好吗？ 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课题，好，课题跟得到什么样子的一个 bonus。这个课题呢，就是其实这个牌我们之前也有出现过，就是我觉得你遇见这个人是为了要让你去学习怎么样子疗愈你原生家庭带给你的一些痛苦或伤害，跟一些甚至你可能不能理解的事情，我觉得你是可以去抒发，去做一个调整或改变的。我们去治愈我们的原生家庭带给我们的一些伤痛，或者是一些不足。那你得到的是什么呢？你看它这个信是放在瓶子里，然后漂流到这个兔子的身边。那我会觉得，也许你在这段感情里面，你学习到的是如何在沟通对话上面能够保持一定的距离跟同时也是保护自己，就是你在跟人的对话的时候，你学习到你怎么样子，有些事情其实应该要语带保留，有些事情不能全讲，不能傻傻的有什么说什么，然后经过过滤过，你再讲出来。我觉得这是这一次的感情让你学习到的一个得到的一个能力，好，就是这个 the later。 然后再来就是沟通的方式，我觉得你其实应该也是大有进步，你应该有学习到一些什么。OK， 好，那今天我们的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拜拜。OK， 我们来到第二组，选择烘焙花生玉米脆条的朋友，他的心里还有你吗？我们一起来看看哦。
OK， 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现在整体的一个状态。然后是感情的状态。接下来是工作。好，然后再来是会出3张牌来看他对于你现在对于你的想法。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之前你们2个过往的种种，他后悔吗？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你们2个人的缘分是否已经没有了，已经用完了。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他现在还喜欢你吗？然后，过去你们2个在一起的那段时间，他是真的爱过你吗？真的喜欢过你吗？OK， 那这是我们今天的算是 key card。那浪漫天使牌呢，是这个感情，宇宙借由这个感情给你带来的一个功课，就是希望你可以疗愈什么，或者是能够让你突破些什么。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他的功课课题。那雷诺曼牌呢，是你经由这个课题，你能够得到什么？你能够学到些什么？OK， 那我们来解读吧。那为了解读方便，我把桌面上的一些牌做个整理，所以会跟刚才的画面有些不一样。OK， 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现在的一个整体状况。他现在整体状况是世界正的，所以我会觉得他现在目前应该是有到达他要的一个可能生活模式，或者是他最近可能刚完成一个 project， 或者是有到达一个他要去追求的一个人生目标。那或者是说，例如说他想要游学留学，想要换工作，那刚好现在正在进行之中，就是现在正处于他的一个梦想，他想要的一个环境之中。
OK， 所以他现在目前的状态是非常好的，非常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他目前的感情状态，是倒着的宝剑四。那宝剑四的话呢，我觉得他前一阵子应该是有一点不想碰感情。那到了最近，他终于又开始觉得，也许谈个感情也还不错。那也有可能是他现阶段心里面有在意的人了，所以才会想说，那不要再躺着了，不要再躺平了，我该想想要怎么样子去追求下一个人。那总之我觉得感情的部分呢，他最近终于才开始要动起来的感觉，之前是一个整个就是shut out 的状态，就是不想要去碰，或者是也有可能是追寻自己的梦想，或是之前可能工作学校比较忙，所以没有那个时间去理会感情的事情。但他最近应该要开始就是开始有一些感情的线会进来了。OK，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工作或是他学校学业的部分。我觉得他现在目前学校学业或者是工作事业的部分是很好的。这是钱币女王，那钱币女王她手中拿着这个钱币是所有就是知道所有成功的要素，或是知道所有要让这个事情他现在在执行的事情顺利运作的一个要素，他全部都掌握了。然后虽然速度并没有很快，但是他有在确实的往前进，去执行他要执行的工作，或者是就是读书这样子。所以他现在目前我觉得整体而言啊，他状况是不错的，他状态是不错的。OK， 有点在意哦。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有没有在意的人，好不好？这样好了，这边我们来出一张，就是除了你之外的别人。那另外一张，我们出还是那个人是你，好不好？很想知道，看一下。OK， 在这个时间点，好吧，有点难以启齿，但是就是确定不是你了。这一张是倒着的圣杯二，那圣杯二我们都知道是小阿尔克纳的恋人牌。那他倒着呢，我觉得他目前应该是有喜欢另外的人，就是可能觉得别人还不错，有好感，但是他们两个目前是还没有在一起的。OK， 好，那讨人厌的事我们就避而不谈吧。我觉得好啦，如果会让你有点伤心的话，就是 sorry， 好不好？可是因为我觉得，虽然大众塔罗有些东西很难特定，但是六花还是会尽量的，如果可以挖就帮大家挖一些，只是出来的结果不是六花可以控制的。那我觉得没关系，我们就是比较客观的来看待这个整个状况，好吗？ OK， 那他目前，我们现在来唤醒他头脑里面的你，他觉得你是怎么样子的一个人哦？我觉得他会觉得你是一个比较天真、比较没有想这么多的一个人。然后，因为出现了魔杖随从跟魔杖八倒着，
我会觉得他可能，我不知道你们之前有没有类似过的争执，就是他会觉得你想很多，可是你都没有去做，或者是你都有讲，可是你就是没有实际上没有行动，没有看到结果。他会觉得你是这样的人，就是有可能是3分钟热度，也有可能是最后的就是真的要你行动的时候，他会觉得你好像都没有什么动力的一个感觉。但是你总是可能会跟他讲很多，就是你想要去做那个，你想要去哪里，你想要怎么样，但是实际上他觉得你好像都没有在执行这样子。但他会觉得你是一个想法很自由，他觉得你就是很 free， 然后比较天真，比较怎么讲，比较自由自在的一个人，然后想法很多这样子。但他也觉得你的缺点就是没有什么行动力，就算有什么样子想要去做，好像就一直拖延症的感觉这样，或是没有计划的就说我觉得我们就是要去吃什么，然后或者是突然改变主意之类的，就是突然之间。然后他可能问你说可是就会不会太临时，或者是怎么突然之间会说想要去哪里呢？然后你就讲说没有啊，我就是觉得我突然想去这样。那可能在他的心里面造成蛮大的一个一个印象的这样子。OK， 好。因为我觉得他如果就是以这样子的一个牌面来看，我觉得他应该是一个比较，他还是必须要有一定的一个就是一个计划，或者是就是事先必须要稍微有一个心理准备的人。那你看起来就是感觉比较你知道就是自由自在，比较 free。OK， 所以他有时候可能有点搞不懂你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他对于你们之前的种种有没有后悔。其实我觉得他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就是其实这一张牌跟这张牌就是他现在还喜欢你吗？还有这一张就是过去他是不是真的爱你？这几张牌啊，我会觉得是你们应该有蛮多的意见是相左的，然后他甚至有时候会觉得你好像有点双标，或者是他可能有点弄不懂你，就是一下子说这样子可以，一下子说那样又不行，所以他会认为你们好像都一直在争执，或者是有哪边的概念观念不合。那其实我觉得他一直有在思考说，到底这个是之前的这些争执到底是自己错，还是真的是就是到底是谁错？到底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为什么会是这样子？我觉得他一直在思考，但他其实没有跟任何人说，他就是只是一直在内心一直在反复的可能询问自己到底是为什么，然后他可能也会找一些答案，然后去听去找问题到底是为什么会构成这个问题。但是我会觉得他到目前应该还没有个结论，他其实还没有个结论。他到现在还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会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女生啊，这卡片的这个女生这虽然是隐者，这个女生你看她虽然提着个灯，但是她的眼睛是闭着的耶。所以我觉得她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很有可能是她自己可能有些东西不想去面对，或她有一些事情她不想去看，所以她永远就在那里想。OK， 好吧，没关系，让她自己就是持续的内耗吧。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有时候旁人是帮不上忙的。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现在看这个，你们两个人的缘分已经结束了吗？你们两个的缘分已经没有了吗？已经用完了吗？那我必须先说，这张牌它是代表你们可能一直到老，
之间的一个缘分。那这边是显示你们的缘分其实还没有尽诶。我们来看一下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缘分，好不好？就是你们现在以一个恋人，彼此是恋人，或者是maybe 暧昧的一个身份结束了。那接下来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缘分在牵引你们呢？看一下。OK， 好。其实我觉得你们这边有几个可以跟大家说明的，因为钱币10其实它代表的是家族、家庭。我虽然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还是保持联络，那我不知道你们两个现在的关系是如何，可能已经完全就是封锁对方，有可能。那我先讲第一个情况，如果你们现在是还有在彼此联络，然后是比较和平式的分手，就是没有弄到很难看，不是因为谁做了什么恐怖的事情。好，那我觉得你们应该还是会保持对方的一个很知己、很好的朋友，甚至像家人一般的存在。我觉得你们之后一直到老的时候，回过头来你会发现，这个人虽然我们已经没有在一起了，但是他对于我而言会是一个超越情人的存在了。这可能很之后你也许才会品尝到这个东西哦。现在可能说不定你心里面还想说，不可能，我现在跟他就是关系超级糟哦，或者是我已经整个就是封锁他，我恨透他了。但也许某一天你们在某个场合又再遇到，你们也许过了10几20年，当你们已经是拥有各自的家庭了，已经拥有各自的人生了，也许你们在遇到，你们在闲话家常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你跟他之间的这个感情会转化成升华成一个更好的像家人、像知己的一个存在。无论你们现在有没有保持联络，如果现在有保持联络，我觉得你们搞不好现在就是这样子的关系了，比较像是家人。你也许也会协助他的爸妈，或者是你也会，说不定还会有时候去帮忙看一下他的小孩，就是很好的家人的一个感觉，这样子。OK， 好，这我觉得不坏啦。OK，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现在还喜欢你吗？我觉得他现在还纠葛在，就是到底你们之前谁对谁错，然后你跟他之间的那些就是争吵。他还是觉得你有时候会双标，他还是觉得你这个人就是可能，例如说情绪的起伏，就是高低差非常的剧烈，就情绪波动就是蛮激烈的，所以他现在还会有点纠葛在这个地方。就像我刚才讲的，就是他现在还一直在思索，在想到底是怎么样这样子。那曾经爱过吗？我觉得其实出现了宝剑5，我会觉得你们两个之前一定是有很好的感情，你们其中一方一定是有人真的是付出全心全意的爱对方，所以才会有这张牌。但这张牌它其实是一个有点像是争执争吵过后的一个胜利的牌，所以我会觉得是说，之前爱过吗？我觉得绝对是有的，但是我觉得你们两个可能在吵起来的时候，应该是吵得蛮凶的，或者是是会那种很伤心那一种，就是彼此互相伤害。那我会觉得能够彼此互相伤害，肯定是彼此也是爱对方的。那我觉得过去就是
相爱相杀的一个感觉，对他而言。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 key card 是这2张。浪漫天使牌呢，是这一段感情带给你的一个功课课题。我觉得宇宙它要让你从这个感情中学到的是，你会发现你在一个最放松、最表达你最真切自我的时候，你是魅力最强大的。在那样子的一个情境之下，你是最容易吸引到别人的。就在那个时候，你是最美、最帅气、最可爱、最幽默的。OK， 好，那我觉得你学到了什么？就是学到了如何把自己的好的特质给别人看。然后，而且我觉得你也应该不会因为就是他跟你之前的这段感情，你就把自己弄成一个例如说可能很心机重的人，或是很城府深的人。我觉得不会。我觉得你经历过这个感情之后，你反而就是有些事情你反而可以看得更开，然后你可以更放松的去面对你周遭的人，更好的表达自己。那我觉得经过这段感情也有可能，因为是太阳，所以我觉得也有可能是例如说可能认识一个新的圈子或新的人、新的人脉这样子。那我觉得是不错的。OK， 好，那第2组的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OK， 我们来到第3组，选择香浓巧克力玉米脆条的朋友，他心里面还有你吗？我们一起来看看哦。OK，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目前整体的一个状态。接下来是他现在的感情状态。好，然后是工作或学习上面的一个状态。哇，我这边该开心还是该帮他默哀呀？好吧，就他现在状态整体都不是很好。我觉得不知道大家要开心的可以欢呼一下，然后要觉得有点可怜的可以稍微去看一下，偷偷去看一下他的那个脸书或 IG， 这样好不好？他现在状况真的不是很好。OK，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出3张牌来看他来看他目前心里面他是怎么
怎么看你的，就是他记忆中也不算记忆中了，他现在是怎么样子想你的，就觉得你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出一张，他后悔吗？也许是跟你分手，或者是，之前你们假设有一些争执或什么，他可能讲一些比较重的话或什么的，或是有做一些比较出格的事，那他后悔吗？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还蛮直接的，后悔。不好意思，六花觉得就是这么直接的给我答案的，真的觉得还蛮妙的。OK，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你们的缘分还有吗？看一下是不是缘分已尽，还是无论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形态，你们的缘分还在吗？还有一些缘分吗？好，那接下来呢，我想看一下他现在还喜欢你吗？现在还爱你吗？我们来看一下哦。再出一张。OK， 好，那过去的他曾经是真的爱过你吗？真的喜欢过你吗？我们来看一下。再一张。OK， 那我这牌放这边。那这是我们今天的 key card， 是，这个感情带给你的功课是什么？然后你从这段感情中学到的是什么 ？OK。OK， 我们来解牌吧。首先来看一下整体的一个状态。我们抽出了宝剑八，那宝剑八正的呢，我会觉得它现在目前整体而言是一个需要忍耐，而且，我觉得甚至有点迷失自我的一个状态，就是他可能，可能整个状态不好，然后他甚至有一点就是觉得只要忍耐，或是只要就是不去看、不去直视一些问题，就可以顺利。但其实事实上并非如此所以我觉得他现在就是整个是困在一个不是那么好的一个状态之中。然后这个不好的状态有一部分的原因来自于他自己不想要去改变，或者是他不愿意去正视需要改变的点。OK，
他整体状态不是很好的。那接下来这是他目前感情的状态。那我觉得他应该现在目前感情是一个不顺遂，或者是可能刚分手，可能被甩了，或者是追求别人，然后别人不答应要跟他交往，这样子就是一个失败，然后没有能够达成他要的目的的一个状态。OK，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他目前工作或者是学业、事业上面的一个状态哦。那我觉得他现在事业、学业也不是很好。这张圣杯2倒着代表，我觉得这可能会有2个点。第一个就是他可能跟自己周遭的人沟通上面是有问题的，就可能他说 A， 别人去做 B， 或者是他讲 A， 别人理解成 B， 就是沟通上面是整个是不对头的。然后再来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现在工作或事业是有牵扯到他现在的另外一个对象，就是可能他现在的女朋友或他的前女友，不一定是女生啦，就是他现在目前的另外一半，或者是他的前任这样子。好，不分性别。那有可能牵扯到那一个人，然后因为就是目前感情是不顺遂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是有一点影响到他的工作，或是影响到他的学业的。OK， 好，所以这3张就代表他现在目前应该无论是哪一方面都是非常不顺的哦。OK，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他心里面的你是怎么样的。这样有没有反光？没有。好，那他心里面的你呢？我觉得他会认为你是一个很有行动力，然后而且就是还蛮有能力，也有个人魅力的一个人，然后而且蛮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的。只是我觉得他心里面想到你，他会觉得有点寂寞，就是有可能你都一直在忙你自己的事情，或者是你可能对他的一个表达，就是可能爱的表现、爱情的表达，他可能比较没有办法 get 到，就他会觉得他没有感受到你喜欢他，或感受到有被你重视的感觉。但是就排除这个部分，他觉得你就是一个很杰出，然后有行动力，然后可能对很多事情都很有热忱的一个人。但他就是觉得你例如不够关心他，或者是就是不够跟他有一些良好的互动，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他对于跟你分手，或者是说可能之前跟你争执、争吵，或者是可能你们当初相处上有一些什么样子的一些状况，说不定他可能说话比较重了一点，或者是可能有一些比较出格的一些行为行动。那关于这些东西，关于这些事情，过去的这些事情，他后不后悔？那这圣杯5呢，就是我们塔罗牌里面最有名的就是后悔牌。好，后悔牌，你看这个人就很后悔。虽然他后面有2个圣杯，就是后面有2个，他其实这个人是拥有一些东西的，可是他就一直在看着那些他没有的，或是他搞砸的事情，弄不好的事情，所以他一直后悔，他一直觉得就是难过这样子。所以我会觉得他是后悔的，他是难过，
可是他并没有想到说，例如说可能，也许在某一些情况之下，你为他做了一些事情，那个是你的爱情表现，那个是你对他的关心，可是他没有看到，他没有 get 到，他只一直在注视着自己要的要不到的东西。例如说，有些人一定这就是又牵扯到我们说的爱情语言，就有人一定是要对方买东西给他，他才觉得对方是爱他的。那有人就是每天早中晚都要说我爱你，他才会觉得有被爱这样子。那我觉得你们两个的就是可能爱情语言可能有一点天差地别这样子。那他没有 get 到你的爱，他就只是觉得你一直没有对他很好，你没有很爱他或者什么的。那你们两个人的缘分尽了吗？我觉得出现这张我会觉得有点恐怖我觉得他有可能会，因为出现这张钱币4，我会觉得他动不动就会回来偷看你一下，或者是你知道 IG 或者是你知道 SNS 上面，他可能动不动就是会去观察，去看一下你现在目前在干嘛，然后或者是他可能会透过你们共同的朋友去问说，你最近怎么样？这样子，就是我觉得他对你有一种执着，那我觉得你可能要稍微就是还是留个心眼啦，因为溜滑有说过，我们今年其实有一些人可能会就是理智断线或神经断线，好不好？那希望不要发生在溜滑的听众朋友上面，好不好？那我觉得他是有点执着的，就对你还是有点执着的。那另外呢，如果你们是有一些金钱纠葛的，我觉得你要小心，他可能不愿意放开你，跟钱也有一点关系。那这个部分你可能，例如说你的钱财就要特别小心，或者是要小心他出现是不是又有一些金钱上面的所求，或者是想要捞一点什么好处之类的，就是你要小心一点。我来看一下哦，他之后不会做什么恐怖事吧？我看一下哦。OK， 好，我来解释一下，如果他之后就是又回来，总之又来跟你联络或什么的，请你不要有任何的回应哦，好吗？因为我觉得他可能又在计划一些什么事情，例如说什么投资的话啦，或者是例如说找你去办什么活动啦，或者是要找你协助什么的，你其实就别去了，因为我觉得你到最后会伤心哦，所以切记切记，如果他之后又回来找你，然后跟你推什么有的没的，无论是什么，你都不要接受，无论什么都不要接受，好不好？一定要听溜滑的，好吗？保护自己，不然你会内心会受很大很大的伤哦，你又会觉得很崩溃哦。OK， 切记要特别小心，他又在想要干嘛了。我怎么觉得这一组就是有种金钱的味道，我不知道怎么讲好，没关系，我先继续讲下去。那他现在还喜欢你吗？好，我会觉得他现在对你已经没有任何想要实质上的付出，就是特别的去想要讨你喜欢，或者是特别的想要再跟你旧情复燃，这样也没有。然后我会觉得，
我会觉得他其实内心对你是有点自卑的耶，我不知道怎么讲耶。跟你相处之下，我觉得这边也是，就是跟你相处之下，他是会比较自卑的一个状态，或者是一个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压在你头上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会觉得他现在目前，与其说他还喜不喜欢你，不如说他现在还怕你。他现在面对你又觉得他自己不好，他看到你又觉得自己那个自卑心又出来了。我觉得会有这种状况这种感觉。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之前曾经他爱过你吗？我觉得他之前可能真的很努力的想要去配合你，或者是想要去就是你说什么，那他就跟着去，那你做什么他就帮你这样子。但是其实到最后他会发现，这不是他要的。其实弄到最后他会觉得这样子，他不知道自己在干嘛。我觉得他之前是有爱你的，只是我认为在心底他要的并不是，例如说可能一直迁就你，或者是一直迎合你。我觉得他以前状况是这样，可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跟你没有那么大的关系。我觉得其实最主要是出自于他的自卑，所以有爱过，但是我觉得他的可能走的方向是错的。六花很喜欢，一部经典，它里面有讲到说，其实感情两个人最好的一个状态，就是两个人像两棵大树，就是彼此可以为对方遮风挡雨一些，但是总是不能够攀爬在对方的身上，依赖在对方的身上，吸取对方的能量，那样是不对的。无论是哪一种都不对，无论是你是那个藤蔓，或者是你是被附着的人，其实都不是最好的一个感情状态。那我觉得它其实就有点像是那个攀附在你身上的一个藤蔓的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这种感觉。然后，那我觉得其实很大一部分是他自己的问题。看到他其实，我觉得他就是并没有特别想努力，就即便他觉得，他可能矮你一等，或者是可能什么都输给你，或者是自己没有那么的出挑，可是他却没有想要去拼搏一些什么，我觉得，而且我总觉得他会是想一些，就想一些比较投机取巧的事吗？我也不知道。那无论如何，我们就是，我觉得这个人你其实还是持续跟他保持距离吧，因为我觉得这个人，如果你的状态是一个很不错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人其实在你身边反而会拖你的后腿，会造成一些你的不必要的麻烦或内耗。OK，好，但我觉得他是认可你的啦，认可你的能力。OK，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你在这一段感情面临的功课。好，那我觉得其实抽到这一组的朋友，我觉得，经济跟感情，还有你的事业，对你来讲很重要，其实会很重要。然后，
我觉得你可能会在这段感情学习到说，就是其实感情真的不是全部。你可能不知道，可能大家比较年轻的时候，比较小的时候，都会觉得哦，感情很重要，感情是我全部，我为了谁我都可以就是全部放掉，我就跟他奔走天涯这样子。但是呢，我觉得你到了这个阶段，你就会很了解，就是工作、事业跟自己的成就才是自己的。对，感情也还是重要，感情还是一个滋润，但是真正可靠的，让你觉得，主要构筑成你这个人最稳固的一个基础，还是来自于你自己的事业跟你的经济能力。好，那我觉得你在这段感情之中，你学会了什么？我觉得你学会了逼迫自己放开一些东西。因为出现这个鞭子，我觉得是自我锻炼、自我的一个提醒。那我觉得你从里面一定有悟到一些东西，是很痛的。可能例如说，你当初可能要跟他分开，你是非常痛的。然后，但我觉得你其实也学习到了更强韧的自我。例如说，可能即便在可能失恋或离婚的一个重创之下，你还是必须要往前走，你还是要鞭策自己，要去兼顾自己的事业，或是兼顾自己的学业，兼顾很多东西，然后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我觉得你会在这一段感情之中，一直到现在结束了，我觉得你会学到这个东西。提升自己了你，很好。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我不知道看到这个我会感觉，就是你可能不会那么的轻易的在投入一段感情。我不是说你不会谈恋爱了，而是说你可能不会这么简单的就一头热，然后恋爱脑了。我觉得你学会了这个东西，然后你也会学会了，比较会看到一些现实。你会变得比较谨慎的去考虑这个人，接下来的人是不是真的能够跟你好好的走，跟你拥有一段美好的恋情。我觉得你会比较谨慎了，也比较务实了。OK，好，那第3组的导读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见哦，拜拜。